当代哲学的兴起大约始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与近代哲学不同的是，当代哲学往往以对近代理性传统的批评为出发点，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表现出对这一传统的冷漠或疏离。当代哲学大体可以分为两个主要流派，一是大陆哲学，它指的是西欧哲学家所发展的思想风格；二是分析哲学，又称为英美哲学，其中包括许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移居英国、美国和澳大利亚的欧洲哲学家的研究成果。在认识论领域，20世纪最初的25年间，大陆哲学家们一直在思考一个核心难题：如何跨越认识者与被认识者之间那道看似无法逾越的鸿沟。如果人类所能接触到的只是关于世界的观念或表象，而非世界本身，那么知识又如何可能？德国哲学家埃德蒙·胡塞尔认为，他所处时代的传统认识论理论缺乏真正的洞察力，因为他们没有聚焦于人类实际经验中的被认识对象本身。为了强调这种思维的重新取向，胡塞尔提出了一句口号：回到事物本身。哲学家们需要重新发现经验之中真正被给予的是什么，而这一点只有通过对经验现象的细致描述才能实现。因此，胡塞尔把自己的哲学称为现象学，它最初是一门纯粹的描述性科学，而在此基础上才逐步上升为一种理论的，或称先验的哲学。在胡塞尔看来，笛卡尔和康德的哲学都预设了一个根本性的鸿沟，即认识者与被认识的对象之间的分离。这种分离让人类对外部世界的知识变得可疑，似乎一切关于外界的认识都必须先经过证明才能被认为是可靠的。但胡塞尔认为，这样的前提本身就违背了哲学应有的原则。哲学作为最根本的科学，应该是没有任何预设的。因此，在他看来，在没有进行完全无前提的研究之前，就假定我们对外部世界的知识存在问题，这种做法是不合法的，也是不够哲学的。为了排除一切预设，胡塞尔提出了一种关键的方法：悬搁。希腊语 epoch 意为保留或搁置，这个概念最初来自古希腊怀疑主义，但在胡塞尔的哲学中，它成为一种全新的方法论工具，一种括号化的技巧。通过悬搁，我们暂时搁置一切传统的哲学理论，也搁置所有日常常识性的信念，不去肯定，也不去否定它们。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让意识的经验纯粹地显现出来，从而进行真正的现象学描述。悬搁只是胡塞尔提出的一系列先验还原中的第一步。胡塞尔的目的是要在哲学探究中彻底消除一切预设，确保自己不依赖任何未经检验的假定。其中一种还原方式据说能够让人抵达先验自我，也就是所谓的纯粹意识。听起来似乎胡塞尔接下来会去描述这个纯粹自我的经验内容，但他真正的目标却不同，他转向了本质还原，也就是去发现各种观念的本质，例如红色的本质、表面的本质或关系的本质。这些步骤都属于胡塞尔宏大的计划，为哲学建立一种完美的、绝对可靠的方法论，从而让哲学的知识达到彻底的确定性。胡塞尔的先验自我看起来与笛卡尔的思维心灵非常相似，他能够思考世界，却既没有直接接触世界的途径，也没有对世界的绝对确定性。正因为如此，胡塞尔在笛卡尔式的沉思中试图克服这种自我与世界之间的鸿沟，那正是他在早期著作中本想消除或绕过的东西。然而，这一尝试带来了新的难题。既然先验自我似乎是唯一真正存在的意识，那胡塞尔就必须面对一个长期困扰哲学的深层问题：独我论。也就是说，如果一切经验都只是我的意识现象，那他人世界是否还能在我的意识之外真实存在呢？他的许多追随者，包括那位最著名的学生马丁·海德格尔，都意识到现象学在一开始的道路上出了问题。海德格尔的诊断很直接，问题的根源在于胡塞尔相信人类的意识中存在一个阿基米德点，一个可以脱离世界、独立思考的纯粹自我。但海德格尔说，那样的自我并不存在，我们从来不是漂浮在世界之外的观察者，我们生而就在世界之中，生活、行动、理解一切。意识不是隔离的容器，不是装满观念和表象的盒子。1927年，他在存在与时间中重新出发，回到现象学最初的目标，回到事物本身。在这条路上，他放弃了胡塞尔的超验还原，不再试图退回一个纯粹的意识层面，而是转向存在本身，人如何在世界中在场，以及这种在场意味着什么。海德格尔发现，人类从根本上是被世界所束缚的存在，我们不需要推导出世界的存在，世界本就是我们经验的一部分，是一切意识的前提。在最原始、最自然的经验层面上，人类并不是孤立的思考，而是生活在一个社会文化的环境中。我们的认知从一开始就是实践的、群体性的，而不是抽象的、个体化的。想象一个工匠与他的工具，他并不会去思考锤子是什么，而是在使用它时与世界融为一体。人类与世界的关系
也正如此，我们面对世界的方式不是哲学家在书桌前的反思，而是日常生活中无数具体的操作与互动。因此，哲学家的理论知识其实只是一种衍生的特殊的认知形式，而近代哲学从笛卡尔到康德再到胡塞尔都犯了同一个错误，他们把这种哲学式的思考当成了所有知识的标准。不过，尽管海德格尔强调人始终是栖居在世界之中的存在，他仍然认为人类的存在方式在本体上有一种特殊的地位。他给这种存在取了一个名字，此在这个词的意思是在场的存在，也就是说，人与世界之间不是分离的两极，而是一种在场的关系。我们总是在世界之中对世界敞开，而世界也因此对我们显现。但与此同时，海德格尔依然保留了一个核心立场，人是那种能够让世界显现的存在。在这一点上，他与胡塞尔仍有共通之处，无论是纯粹意识还是此在，都意味着认知者仍然占据了中心的位置。到了20世纪中叶，现象学的思想被带到法国，在那里他迎来了新的代表莫里斯·梅洛庞蒂。与胡塞尔不同，梅洛庞蒂拒绝了把世界扩起来的做法，他认为人对世界的经验不是附属品，而是出发点。我们并不是先有思想再去认识世界，而是在感知中与世界共生。他把这一观点概括为一句话：感知的首要性。在他看来，那种传统的二元划分，比如笛卡尔的心灵与身体的对立，根本不足以解释人类的经验，因为我们从未像两个分离的存在，一边是思维，一边是肉体，我们始终是一种带着身体的意识。更重要的是，梅洛庞蒂认为，任何关于世界的概念化、理论化都无法彻底穷尽世界的真实。世界总是超出语言与思想的框架，而我们能触及它的方式，不是通过抽象的推理，而是通过那一刻，我们正在感知它。梅洛庞蒂进一步指出，人类的认知经验离不开身体，而身体永远处在空间之中。正因为如此，我们的经验必然带着视角，也注定不完整。当我们看向一个物体时，我们能看到它的形状、颜色、深度，却永远只能看到一个角度。无论我们如何移动，总有一部分始终在我们视野之外。这意味着我们对世界的理解从来不是上帝视角，它总是被身体所限定的感知，而这并不是一种缺陷，恰恰是人类存在的方式。在知觉现象学中，梅洛庞蒂系统地展开了这一思想，并且对感觉数据理论进行了深入的批判。他认为，知识并不是由一连串感官输入堆叠而成，而是源自我们与世界持续的互动、感知与在场。在法国的思想舞台上，另一位与梅洛庞蒂并肩而立的哲学家是让·保罗·萨特。在认识论层面上，萨特与梅洛庞蒂有许多相似之处，他们都拒绝胡塞尔的超验还原，都认为人类的存在是一种在世界之中的存在。但萨特的哲学里仍保留着一些笛卡尔式的痕迹，这正是梅洛庞蒂最反感的部分。萨特将存在区分为两种基本形态，一种是自在之存在 （ensoi）， 那是非人世界的存在，固定的、被动的，毫无意识；另一种是自为之存在 （prosoi）， 也就是人类的存在，一种纯粹的意识，一种能对自身进行反思的存在。对萨特来说，人类与世界的区别不在于知识的多少，而在于我们能意识到自己正在存在。我们不是被世界定义的事物，而是在与世界的对抗中塑造自己的人。到了20世纪下半叶，欧洲大陆的哲学家们开始反击整条从笛卡尔到现代哲学的传统。他们发现，几乎所有的哲学体系都被一种深层的二元思维所支配：存在与虚无，心灵与身体，认知者与被认知者，自我与世界，自在之存在与自为之存在。这些对立不过是同一套思维结构的变体。而新的哲学家们开始质疑，也许问题就出在这种非此即彼的思考方式上。比如结构主义思想家米歇尔·福柯，他没有继续去问真理是什么，而是回头去问，我们为什么会相信某种东西是真理？在知识考古学中，福柯通过大量历史研究提出一个颠覆性的观点：一切概念都有它的历史条件。所谓理性知识人性，往往不是纯粹为了认知世界，而是被用来控制人的。知识不仅是认知的力量，更是权力的工具。在福柯之后，另一位思想的拆解者登场了，雅克·德利达。他提出一个激进的主张：所有的二元对立都带着隐含的价值偏向，因此也都是无法自洽的。在他的解构方法中，德利达试图揭示哲学中那些看似清晰的界限，比如真与假、理性与感性、主体与客体，其实都站不住脚，因为无论你对其中一方说了什么，几乎同样的话也可以用来描述另一方。换句话说，哲学的根基本身就像个不倒翁，随意摇晃。而这种对笛卡尔传统的反思不仅发生在欧洲，在美国也有思想家在质疑同样的问题。约翰·杜威这位实用主义哲学家直接挑战了知识主要是理论活动的观念。他认为人类的认知并不是为了在观念中建构世界，
而是为了在行动中改造世界。知识不只是思考的产物，更是生活的实践。杜威认为，所谓经验，并不是我们单方面的去认识一个外在的世界，而是生命体与环境之间的互动过程。知识不是静止的把握某个真理，而是在行动中作用与被作用不断生成的。人通过行动去改变世界，同时也被世界反过来塑造。这种思想为20世纪后半叶的哲学打开了新的方向。理查德·罗蒂正是这一思想线索的继承者与调和者，他试图在大陆哲学与分析哲学之间找到一条共同的语言。在他看来，20世纪最伟大的3位哲学家杜威、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之所以伟大，正是因为他们都在做同一件事儿，动摇了现代哲学关于知识的根本假设。他们让我们重新意识到，知识不是为了确立一个永恒的真理，而是为了让人类能在不断变化的世界中继续理解、继续生存、继续行动。与此同时，在大西洋的另一边，哲学的发展走上了另一条道路，这就是分析哲学。20世纪以来，英美世界最具影响力的哲学传统，它的根源有2条，一条来自符号逻辑，也称形式逻辑，另一条则继承了英国经验主义的传统。与大陆哲学的宏大体系不同，分析哲学不追求建构庞然的世界观，而更关注细致入微的问题分析。它拒绝一次性解释一切的思维，而倾向于逐个问题、逐个概念的剖析。在认识论之外，分析哲学在语言、逻辑、科学哲学等领域也做出了深远的贡献。但即便在认识论方面，它的影响力仍然举足轻重，以一种冷静、精确、近乎数学式的方式重新定义了思考的意义。在分析哲学的传统之中，又分化出了2种主要的路径，一种是从逻辑出发的形式哲学，另一种则以日常语言为中心的语言哲学。前者追求的是思维的形式化与精确化，他们相信哲学的问题往往源自语言结构的模糊，而逻辑分析能够揭示思想的真实形态。这一路的代表人物包括弗雷格、罗素、卡尔纳普、塔尔斯基以及奎因。他们共同的信念是，如果思想是语言的延伸，那就必须用逻辑的语言去澄清思想。而另一条路径则转向更贴近生活的方向，他们认为哲学不该脱离普通语言，因为语言本身就蕴含了人类对世界的理解方式。这一派的代表人物包括摩尔、赖尔、奥斯汀、斯特劳森等人，他们用对话、举例、语义分析等方式去解构哲学中那些看似深奥，其实源于语言误用的问题。于是，在20世纪的哲学版图上，形成了2种力量的张力，一种追求形式的纯净，一种是回到语言的原野。在这2条路径之间，有一位几乎横跨整个20世纪哲学的思想家——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他的一生仿佛是哲学思想本身的缩影。早期的维特根斯坦是逻辑学派的继承者，在逻辑哲学论中，他相信语言的结构就像一面镜子，能精准映照出世界的逻辑。在他看来，哲学的任务就是描绘语言与现实之间的对应关系，而凡是无法通过逻辑表达的，都应保持沉默。但在晚年，维特根斯坦彻底改变了立场。在哲学研究以及论确定性中，他抛弃了那种语言映照世界的假设。他开始认为，语言并不是逻辑的投影，而是生活的实践。语言的意义并不来自它指向什么，而在于我们如何使用它。哲学的问题不在逻辑的深处，而在日常语言的表层，在我们如何说话、如何理解、如何生活。于是，一个时代的思想也随之转向。哲学不再是追求绝对真理的系统，而是一种持续澄清人类经验的活动。如果要说分析哲学最鲜明的特征，那就是它把语言放在了哲学的中心。在他们看来，哲学的问题往往并不是来自世界的复杂，而是来自我们对语言的误解。我们被语言的形式所诱惑，被词语的表象所迷惑，于是制造出了那些看似深奥的哲学难题。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说，哲学是一场与语言对我们心智施下的魔咒的战斗。从20世纪初开始，哲学界逐渐形成一种新的共识：哲学的问题归根结底是语言的问题，是概念使用的偏差、意义界限的模糊。这一思想转向被称为语言转向，它改变了整个哲学的方向。人们不再把哲学视为寻找终极真理的形而上学工程，而是视为一场清理语言、澄清思维的实践。哲学不再去回答世界是什么，而去问我们是如何用语言去构建这个世界的。在语言转向之后，分析哲学内部也逐渐形成了几个重要的分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3种是常识哲学、逻辑实证主义以及自然化认识论。所谓常识哲学是由哲学家 G.E. 摩尔提出的，他试图捍卫一种看似朴素却被哲学怀疑论不断挑战的立场，那就是我们每个人其实都已经知道了许多确实的真理。摩尔说，我们无需证明地球存在，也无需怀疑它已经非常古老，更不用去质疑此刻还有其他人在这个世界上。这些命题构成了我们对世界最基本、最可靠的常识。在他看
看来，哲学家们常常被怀疑论与理想主义的抽象推理所困，而忘记了人类认知的出发点。我们确实在这里，确实在生活。摩尔用一种看似平凡的方式提醒哲学界，也许真正需要被辩护的不是怀疑，而是常识本身。摩尔认为，任何与常识世界观相冲突的哲学理论都可以直接被视为错误。在他看来，所有的怀疑论与唯心主义都属于这种被常识否定的理论。他并不打算通过复杂的逻辑推理来反驳他们，而是用最直接的方式：我确实有两只手，这张桌子确实在这里，这就足够了。维特根斯坦同样反对怀疑论与唯心主义，但理由却完全不同。在他看来，这些哲学立场之所以陷入困境，是因为他们误解了语言本身。他们假定知识、信念、确定、怀疑这些词都有一种单一固定的意义，于是才会问出诸如“我怎么确定我不是在做梦”这样的问题。但维特根斯坦指出，在现实生活中，这些词的意义取决于使用的情境。我们说我知道，在课堂、法庭、日常聊天中指的往往是完全不同的东西。哲学的误区往往就源于这种语言使用的混乱。于是，维特根斯坦不再试图回答哲学问题，而是去消解它们，通过澄清语言的用法，让那些自相矛盾的疑问自然消失。在他的晚期著作《论确定性》中，维特根斯坦对确定与知识这两个概念做了一个深刻的区分。他指出，确定并不是比知识更可靠的一种状态，相反，确定是所有关于知道与怀疑的语言游戏的前提。换句话说，当我们在谈论我知道、我怀疑、我相信这些词时，其实都已经默认了一套更深的确定性背景，那是一种不被质疑、无需证明却支撑着我们所有行动的信念结构。维特根斯坦称这种确定性为对我们所有人都理所当然的东西，而这种理所当然不是一种思维状态，而是一种行动。正如他所写，行动是一切语言游戏的根基。在这句话里，维特根斯坦完成了一个微妙却深刻的转向。哲学不再停留在思维与语言的层面，而是回到生活本身。我们的确定存在于我们的行动之中。在20世纪20-30年代，一群哲学家与科学家在维也纳聚集，他们自称为维也纳学派。从他们的讨论中诞生了一股新的思想潮流——逻辑实证主义，又称逻辑经验主义。他们试图让哲学变得像科学一样严格。在他们看来，哲学的任务不是解释世界的意义，而是澄清语言与经验的关系。1936年，英国哲学家 A.J. 艾耶出版了《语言、真理与逻辑》这本书，让逻辑实证主义在英美哲学界迅速占据主导地位。逻辑实证主义者提出了一个看似简单却极具革命性的标准：一个命题若声称在描述世界、表达事实，要想有意义，它就必须可以被经验验证，至少在原则上可以被验证。如果一个命题既无法被观察，也无法被检验，那么它就不是错误的，而是无意义的。比如，这个桌子有4条腿，可被验证，因此有意义。世界的本质是灵魂的震动，不可被验证，因此是无意义的。对他们而言，哲学应当放弃形而上的幻想，只留下逻辑的清晰与经验的可证实性。按照逻辑实证主义者的标准，传统哲学中许多看似深奥的命题，其实根本没有意义。比如上帝存在或灵魂不朽这样的陈述，既无法被观察，也无法被经验验证，甚至在原则上也无法被检验。因此，在他们看来，这类形而上的言说并非错误，而是彻底的无意义。哲学不再是关于终极真理的追问，而是一种逻辑工作。它的任务不是创造新知识，而是澄清已有知识的结构与概念。他们主张，哲学唯一合法的功能是概念分析，尤其是对自然科学核心概念的逻辑澄清，比如因果概率规律解释。对逻辑实证主义者来说，哲学不再是宇宙的叙事者，而是科学语言的清洁工。1950年，美国哲学家威拉德·奎因发表了一篇具有爆炸性影响的论文《经验主义的2个教条》。他在这篇文章中对逻辑实证主义的核心假设发起了正面攻击。传统经验论区分2种命题，分析命题仅凭词义就为真，比如所有单身男子都是未婚的；综合命题，其真假取决于经验事实，比如这张桌子是木质的。逻辑实证主义建立在这种区分之上，认为前者属于逻辑与数学，后者属于科学与经验。但奎因指出，这种区分其实是人为的幻觉，我们无法在意义与经验之间画出一条绝对的界限。任何知识、任何陈述都不是孤立成立的，而是整个信念体系的一部分，他们共同面对经验的检验。换句话说，真理不是一块块砖，而是一张互相支撑的网。10年后，奎因在此与物中进一步发展出一个新的方向——自然化认识论。在他看来，认识论不该是鲜艳的审查知识的合法性，而应当成为科学的一部分，去解释人类如何在自然世界中形成知识。这标志着一个重要的转折，哲学从逻辑与语言的分析重新回到人类作为自然存在者的视角。
在奎因看来，这种自然化的转向意味着认识论不再是一门规范性学科，它不再告诉人们我们应该相信什么或怎样才算是正当的知识。相反，认识论的唯一合法任务是去描述知识的形成过程，尤其是科学知识在现实中究竟是如何被建构、被验证、被接受的。它不再审判科学，而是观察科学；不再设定标准，而是记录过程。它关注的不是知识的正当性，而是人类作为认知者的实际运作方式。我们如何观察，如何推理，如何在群体中达成共识？奎因让哲学脱下法官的袍子，重新成为一名经验的研究者。20世纪上半叶，分析哲学家们的认识论兴趣主要集中在一个更具体的问题上：知识与感知之间的关系。在这场讨论中，出现了一批重要的名字：伯特兰·罗素、摩尔、普莱斯、布罗德、艾耶，以及后来提出绘画含义理论的保罗·格赖斯。虽然他们在许多细节上存在分歧，但他们都支持一个共同的立场：感官资料理论。这个理论试图回答一个古老而尖锐的问题：当我们看到一张桌子，听到一个声音，触摸一块石头时，我们真正感知到的究竟是外部世界的事物本身，还是只是出现在我们心中的感官印象？感官资料理论认为，我们并不是直接感知到外部事物，而是感知到介于我们与外界之间的感官资料。它们就像一层半透明的幕布，让我们间接地看见世界。感官资料这个词听起来抽象，但它其实可以用一些具体的例子来理解。想象一下，如果一个人产生了幻觉，看见几只粉红色的老鼠在房间里跑动，他确实看见了某种东西，他体验到粉红色形状运动这些视觉感受，但显然现实中并没有真正的老鼠存在，他所看到的其实是一种视觉感受，这就是所谓的感官资料。再比如，当你盯着灯泡看了一会儿，然后闭上眼睛，你可能会在黑暗中看到一个残留的光影，那个短暂浮现的影像同样是一种感官资料。而更有意思的是，即使在我们正常的视觉经验中，感官资料理论也认为，我们依然不是直接看到外部事物，而是在感知由外物引起的那层感觉内容。也就是说，当我们说我看到一张桌子，哲学上更精确的描述是，我感知到一种呈现为桌子的视觉经验。想象你正低头看着一枚便士，一枚普通的圆形硬币，如果你正对着它看，它确实显得圆圆的，但只要你稍微倾斜一下角度，那枚硬币看起来就不再是圆的，而像是一个椭圆形的片面。在这个时刻，哲学家们会说，你的视觉中出现了一个椭圆形的感官资料，尽管那枚便士在现实中仍然是完完整整的圆形。这看似微不足道的现象，却成了布罗德、普莱斯和摩尔等哲学家眼中最有力的证据之一，因为它暗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无论我们的感知是否正常，我们都只是在感知感官资料，而非事物本身。哪怕在最普通的视觉经验中，我们也并不是直接看到那枚便士，而是看到它在我们眼中呈现出的样子。于是，一个新的问题浮现出来：如果我们永远只接触到感觉的影像，那我们又如何能确定外部世界真的如我们所见？在这些例子中，感官资料理论的拥护者提出了一个关键的观点：无论是看到幻觉中的粉红老鼠，还是盯着灯泡后的残影，又或是从斜角看那枚椭圆形的便士，在每一种情境里都有某种东西是我们直接意识到的。所谓直接，意思是这种觉知是即时的，不依赖推理，也不经过判断。换句话说，我们不需要猜那是什么，我们就是立刻经验到它，这就是感官资料。因此，感官资料常被定义为直接知觉的对象。而根据布罗德、普莱斯与艾耶的观点，感官资料与物理对象之间有一个决定性的区别。物理对象可能看起来有某种性质，但实际上并没有。比如，那枚便士看起来像椭圆的，但它其实是圆的。然而，感官资料永远如它所显现的那样，它不会看起来是椭圆，但实际上是圆。它是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从这一点出发，感官资料理论似乎为感知的确定性提供了避风港。在这层感觉的世界里，至少有一样东西不会骗人。但正因为如此，感官资料理论也面临一个无法轻易逃避的难题：如果我们所直接经验到的只是这些私人的感官印象，那么我们凭什么相信在它们背后真的存在一个独立于我们感知之外的世界？换句话说，如果我所看到的桌子只是出现在我视觉中的一层感觉内容，那我又如何能确定在我不看它的时候，那张桌子仍然存在？罗素试图用逻辑的方式解开这个困局。在他的著作《哲学的问题和我们对外部世界的知识》中，他提出，也许我们可以从感官资料出发，逻辑地建构出外部世界的存在。也就是说，外部世界并不是直接被我们感知到的，而是一种经过推理与归纳，从感官经验中抽象出来的结构。在罗素看来，我们并非感知世界，而是用感官资料去重建世界。可这样的世界还算是真实的吗？还是只是我们心中一座精密的幻想？然而，这套精巧的理论很快就被另一批哲学家以一种看似朴素却极具破坏力的方式推翻了。这些反对者
提出了所谓的显现理论。他们指出，那枚从斜角看上去呈椭圆的便士，根本不意味着除了便士本身之外，还必须存在一个额外的椭圆形的感官实体。说便士看起来像椭圆，并不是在描述两个东西，而只是在描述一个普通的视觉情境，物体在不同角度下的不同呈现方式。把这当作另一个存在的对象，其实只是语言上的误解。最有力的一次反击来自哲学家约翰·奥斯汀，在他去世后出版的讲稿《感官与感知》中，奥斯汀以一贯犀利的语气指出，哲学家们之所以以为我们看见感官资料，是因为他们早已脱离了日常语言与真实经验。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不会说我看见了一个视觉印象，我们只会说我看见了一枚便士。奥斯汀的批评几乎终结了感官资料理论的统治，哲学重新回到了一个更直接、更现实的立场。也许我们看到的从来就不是感觉的中介，而是世界本身。不过，故事并没有就此结束。显现理论虽然成功拆解了感官资料的假设，但它也被许多哲学家批评，认为它同样没有解释清楚幻觉与错觉的现象。毕竟，当我们看到不存在的影像或误认事物的形状与颜色时，那种感知经验该如何理解？难道就能简单归结为看错了吗？于是，一批思想家开始尝试新的方向。他们希望在承认感官经验可能出错的同时，仍然解释知识为何仍然可能。由此出现了两种主要的立场：实在论与现象论。实在论是一种兼具认识论与形而上学的主张。在认识论层面，他认为我们感知到的某些对象并非仅仅存在于个人的意识之中，而是公共的对象，也就是你我都能看到、能触摸、能讨论的那种世界中的事物。而在形而上学层面，实在论更进一步主张，至少有一些被我们感知到的对象确实独立于心灵而存在，他们并不会因为我们不去看、不去想就从世界上消失。正是这一点，世界独立于意识存在，构成了实在论与现象论之间的根本分歧。在实在论者看来，人类感知的世界里其实存在着一种直觉而清晰的划分。我们似乎天然能分辨出世界中有两类截然不同的存在，一类我们称之为心理的，它包括头痛、疼痛、思想、欲望，这些都发生在我们内在的体验之中，是私密的、主观的，只属于个体自身。而另一类则是物理的，像桌子、石头、行星、人类、动物，甚至彩虹、闪电、影子这样的自然现象都属于这个范畴。这些东西存在于我们之外，我们可以看到它们、触摸它们，与他人共同指认它们。在实在论的认识论中，心理与物理的区别不仅是种直觉，更是一种关于经验边界的原则。心理性的存在是私密的，也就是说，它只能被一个人自身所感知。你可以和别人都说我头痛，但你们并没有同一个头痛，你的疼痛属于你，我的疼痛属于我，它们无法被交换，无法被共享。而物理性的存在则恰恰相反，它是公共的。一张椅子，你能看到，我也能看到，你可以触摸，我也可以触摸，我们指向的是同一个对象。这正是实在论的根基所在。世界中确实存在某些独立于意识的事物，它们不依附于个体的感受，却被所有人共同经验。在实在论者看来，物理世界与心理世界的差异不仅在于公共与私密，更在于他们对心灵的依赖方式。物理的存在是独立于心灵的。这句话的意思很简单，一个事物的存在并不取决于有没有人去感知它。想象一下，这张桌子，无论此刻有没有人看见，有没有人触摸，它依然在那里。灯灭了，它依然存在；人离开了，它依然在那里。稳固、客观，不因意识的缺席而消失。但对于心理性的存在，情况完全不同。一个头疼，只有当某个人真的在感受到它时，它才存在。一旦没有人头疼了，再说某个头疼存在，就失去了意义。这正是实在论的核心信念。在我们的思想与感受之外，确实存在一个不以人类意识为转移的世界。于是，传统的实在论、认识论通常是从一个基本前提出发的：世界分为公共的与私人的两类经验，每个人都能直接感知到自己的心理状态、疼痛、情绪、想法，这些不需要证明，它们一旦出现就无可否认地存在着。可问题在于，物理世界并没有这么简单。视觉误差、幻觉、错觉，这些现象不断提醒我们，在任何一个感知的瞬间，我们都无法100%确定自己所看到的究竟是外部真实存在的物体，还是仅仅一种感官的显现。比如水中看起来弯曲的木棍，它的弯曲感确实被我们感知到了，但这并不意味着外部世界中真的存在一根弯曲的木棍。我们能确定的只是我们看见了某种样貌、某种出现。至于那种出现背后是否真有一个客观存在的实体，那仍然是个开放的问题。哲学家艾耶在他的著作《经验知识》的基础中，把这种困境称为自我中心的困境。当一个人看着他眼前的椅子时，他以为自己是在感知一个外部的物体，但事实上他直接感知到的只是一个感官显现，也就是视觉中那种像椅子的样子。而那种
种样子看起来完全属于个体的内在经验，是私有的、心灵中的，他人无法直接进入。于是问题出现了，如果我们所接触到的只是这些私有的显现，那我们又凭什么相信，在我们的经验之外，真的存在那些独立、公共的物理对象？人话就是，当我们看到一把椅子时，我们凭什么相信那真的是一把椅子？面对这个挑战，实在论者发展出了2种主要的回应，一种叫做直接实在论，又被称为天真实在论；另一种则是表象实在论，也被称作因果理论。与传统的实在论不同，直接实在论主张，我们感知到的并不是某种中间的表象或心理的影像，而是物理对象本身。也就是说，当你看见一张桌子时，你看到的不是一层视觉感受，你看到的就是那张桌子。当你触摸它，听见它被敲击的声音，你正与真实的世界直接接触。因此，在直接实在论者看来，我们根本不需要去推论外部世界的存在，因为那世界从一开始就在我们的经验中显现出来。像摩尔这样的哲学家以及他的追随者，甚至认为感官资料也不必被视为心理的。他们提出，这些显现或许就是物理对象表面的组成部分，是桌面上的光泽、石头的反射、树叶的阴影与质感，它们并非存在于心灵之中，而是属于世界自身的表层。在这种观点下，意识与世界之间不再隔着一层感知的幕布，而是直接的接触。听起来似乎坚不可摧，世界就在那里，我们就在其中。但问题又回来了，感知异常，也就是幻觉、错觉、视觉扭曲，像一根尖针戳穿了这层哲学的自信。摩尔本人也最终在这一点上退了下来。在他最后一篇发表的论文《视觉感官资料》中，他承认，当我们从一个角度看一枚圆形的硬币时，我们看到的其实是一个椭圆的视觉显现，而那个椭圆的显现显然不可能就是硬币真正的圆形表面。于是摩尔不得不承认，我们并没有直接看到那枚硬币，也就是说，我们无法拥有对物理对象的直接知识。世界似乎又一次退回到了那层介于显现与真实之间的模糊地带。表象实在论诞生于直接实在论崩塌之后，它是一种更谨慎、更理智的实在论，试图在怀疑与信念之间重新搭建起通往外部世界的桥梁。其实这并不是什么新理论，它的根源可以一直追溯到约翰·洛克。在近代哲学中，洛克就是这一路思潮的代表。表象实在论有时也被称作科学理论，因为它与光学、生理学、物理学的发现看起来是相互契合的。与其他实在论一样，它同样承认，我们直接感知到的不是物体本身，而是感官资料，或者说那些存在于意识中的感知表象。但它在此基础上加入了一个科学化的解释：这些感官表象之所以出现，是因为外部世界中的物体通过因果链条、光的反射、空气的震动、感官器官的刺激以及神经系统的运作，在我们心中生成了经验的影响。换句话说，我们并非直接看见世界，而是通过世界在我们感官中留下的痕迹，间接地认识它。按照表象实在论的解释，视觉经验，也就是看到的感觉，可以被完整地还原为一连串物理与生理的因果过程。比如，当你注视着眼前的一张桌子，首先光线从桌子的表面反射出来，穿过空气进入你的眼睛。如果环境条件正常，光线角度、亮度、眼睛的聚焦都恰到好处，这些光波就会抵达视网膜，在那里激活一系列微妙的神经结构，视感细胞、视锥细胞再传递到双极细胞、结细胞，最后通过视神经进入大脑。在那一刻，一连串复杂的电信号被大脑解读，于是在意识中出现了一个视觉感官资料，也就是你所感知到的那个被看见的世界。从光线到知觉，从外部物体到心灵图像，这条因果链正是表象实在论试图描绘的感知通道。换句话说，看见其实是大脑接收世界信号的一次物理事件。在表象实在论看来，当外部世界的真实物体与我们心中所出现的感官资料之间存在着一种正常的因果联系时，我们就能说那一份感知准确地再现了事物本来的样子。例如，当光线、视觉神经与大脑活动都按规律运行，你所看到的那张桌子、那轮月亮、那束花，就与外部世界中的它们真实一致。然而，一旦这条因果链的某个环节出了问题，无论是光线折射的异常、感官系统的失调，还是大脑处理信号的偏差，你所体验到的感官资料就会出现扭曲与偏差。这正是表象实在论对视觉幻觉与错觉的解释。它们并非说明世界本身混乱，而只是因果过程失常时的知觉误差。因此，表象实在论其实是一种间接知觉理论。他认为，人类并非直接看到外部的世界，而只是直接觉察到自己的感官表象，那些感官资料。至于这些表象背后的真实物体，我们只能通过推测与因果链条来间接认识。但问题也正处在这里，
我们无法把那份感官表象与原始对象并置比较，我们永远无法走出自己的感知去验证我们所见的是否真的与世界一致。于是，所谓代表也许只是一场幻象，我们依旧被困在现象的圆环之中，看似走出了唯心的孤岛，却依然无法触摸那片被感知所遮蔽的真实。如此看来，无论是直接实在论的天真，还是代表实在论的科学谨慎，都未能真正解答那个最初的问题：我们如何知道世界真的在哪里？面对实在论所遭遇的困境，有些哲学家选择了一条更为激进的道路，他们被称作唯现论者。在他们看来，问题的根源并不在于我们如何证明外部世界的存在，而在于也许根本就没有什么独立于心灵之外的世界。他们拒绝那条经典的分界线，拒绝把世界分成客观存在的物体和主观感知的表象。对唯现论者而言，所谓物体不过是感知的稳定组合，是经验中反复出现的模式，而非隐藏在感知背后的某种实体。唯现论者进一步提出，所谓独立存在这个概念，要么根本就是无意义的，因为人类从未也无法获得任何支持它的证据；要么，如果我们仍坚持使用这个词，那它所指的独立也必须被重新解释，不能超出我们实际能获得或可能获得的感知经验。人话说，当我们谈论世界独立于我们而存在时，其实是在使用一种未经反思的直觉语言。唯现论者要做的，正是挑战这种语言的自明性。他们追问，所谓独立存在究竟意味着什么？如果一切认知都依附于感知，那脱离感知的存在是否只是一种语词上的幻觉？所有形式的唯现论都带着一种强烈的验证主义精神，他们坚持认为，凡是关于外部世界的主张都必须能够被验证，否则它就不具备真正的意义。这意味着，任何声称某物存在于经验之外的说法都属于无效命题，因为一旦超出可感知、可确认的范围，所谓存在就失去了被谈论的依据。在唯现论者看来，世界不是一个等待被发现的客观舞台，而是一个由经验构成的可验证场域，能被经验的才算存在，无法被经验的便等同于虚无。那么，唯现论者是如何重新定义存在的呢？他们尝试用纯粹的感知语言去解释一句最普通的话：这个番茄存在。首先，他们会问，番茄究竟是什么？从感知的角度看，它是一个拥有一定大小、重量、颜色和形状的对象，它能被看见，能被触摸，能被嗅到。而如果我们把这些可感知的属性一一抽离，再问剩下的那个番茄本身还是什么？答案是什么都不剩，没有什么洛克式的实体基底在支撑这些属性，没有一个独立不可感知的东西躲在背后，等待被认知。换言之，番茄的存在并不需要诉诸任何超越感知的假设，它之所以存在，只是因为它可以被经验到。因此，当我们说某个对象存在时，我们其实在说的只是一组可被感知的特征，它们被定位在某个时空片段之中。人话就是说，当我们说番茄存在，我们并不是指向某个隐藏的物体，而是在描述一组感知可能性：眼睛所能看到的红，手指触到的柔软与光滑，牙齿咬下时那股酸甜的味道。甚至当我们说隔壁房间里有一个番茄，我们真正的意思是，如果我走进那间房，我将看到一个熟悉的红色形状，摸上去柔软光滑，咬下去会有那种熟悉的味道与质感。在唯现论者看来，这就足够了。存在并不是一个超越经验的形而上假设，它只是经验的可能性。因此，当我们说那颗番茄在隔壁房间里，即使没人看见，它也存在，唯现论者会回答，这并不意味着它无法被感知。在原则上，一切存在的东西都是可感知的。独立于感知而存在这个说法其实是被误解了，不仅被哲学家误解，也被常识所误解。因为当我们明白所谓对象不过是一组属性的集合，而这些属性又总是可被经验的，那么那种感知与世界之间的鸿沟就显得多余了。唯现论者认为，这道被哲学画出的深渊其实只是一场语言的误会，我们与世界之间并没有断裂，我们感知的就是世界本身。在唯现论的视角下，知觉错误或幻觉也有了全新的解释。判断一个感知是否真实，不再取决于它是否对应某个独立的外部世界，而在于它是否连贯，是否可预测。举个例子，当我们说自己看到一个番茄时，这句话之所以为真，意味着我们的感知经验，现在与未来的会在某种规律中相互吻合。也就是说，如果那真是一颗番茄，那么当我们去触摸它，会感到柔软光滑，当我们嗅闻它，会闻到熟悉的果香，当我们咬下去，会尝到那股酸甜的汁液。而如果那只是幻觉，这种感知的连贯性就会崩塌。你也许看见了红色的形状，却摸不到任何东西，也尝不到任何味道。对于唯现论者而言，正是这种经验的连贯与可验证性构成了真实的全部意义。
唯线论者并没有止步于个人经验，他们把这一逻辑进一步推广，纳入了他人的感知。所谓公共世界，在他们看来，并不是一个独立存在的客观舞台，而是多人感知之间的连贯与一致。当许多人都能看到同一颗番茄，触摸到同样的柔软，闻到相似的气味，这种感知的共鸣就是公共性的根源。反之，像头痛这样的感觉无法被他人直接经验，于是它就成了非公共的存在。同样的，独立存在也被重新定义。当我们今天看到一个物体，而明天、后天依旧能在相似情境中感知到它，这种时间上的连贯就构成了它的独立性。因此，唯线论者认为，无需假设任何超越经验的实体，他们也能解释实在论者想解释的一切。世界的公共性、持久性与可验证性，一切事实都可以在经验的连续与一致之中得到说明。当然，唯线论并非没有反对者，实在论者对他的批评往往集中在一点：他违背了常识。他们认为，把番茄这样的物体理解成一组感知经验或可能经验的集合，这听起来太过反直觉。在实在论者看来，我们之所以会有这些经验，恰恰是因为外面确实有一个东西，它独立存在，并成为我们感知的来源。如果唯线论是对的，那岂不是意味着，假如世上没有任何感知者，宇宙中也就不会有任何物体？这显然与常人的信念，甚至与科学事实相冲突。毕竟，恒星与星系的存在，早在人类诞生之前就已无可否认。唯线论的支持者则坚决否认这种指控，他们认为这是一种误解。唯线论并不否认世界的规律性，它只是拒绝赋予世界一种超越经验的形而上地位。至今，这场争论仍未有定论。在经验的世界与独立的世界之间，哲学始终在往复摇摆。或许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世界是否存在于我们之外，而在于我们究竟如何在这片感知的薄膜之上理解存在本身。自20世纪最后1/4起，认识论迎来了新的转折，哲学家不再是这场讨论的唯一参与者，神经科学、心理学、人工智能以及计算机科学的研究者们都开始重新探问我们究竟是如何知道的。他们的研究揭示了许多深层的机制：视觉的工作原理、心智如何构建外部世界的表征、记忆中的信息如何被储存与提取。这些新方法实际上复活了旧日的间接感知理论，他们再次强调知识与感知总是经过主体的经验折射。许多当代理论中使用的概念，例如质感与感受经验，在本质上与早期哲学中的感官材料几乎是同义的。然而，这些新的科学方法并没有彻底消除怀疑，反而让某些早期的怀疑论观点重新浮现。例如，神经学家理查德·格雷戈里在1993年提出，任何所谓的直接知觉理论，比如吉布森提出的那种，都无法成立，因为我们的视觉与感官系统在生理层面上包含太多中间环节。光线经过反射、折射，转化为神经信号，再被大脑加工解释。在这漫长的路径中，知觉与外部世界之间早已隔着一层层间接性。正因如此，格雷戈里写道，我们必须放弃那些直接感知世界的幻想，转而承认我们所拥有的只是与现实间接相关且永远无法完全确定的假设。同样的，另一位神经学家维拉亚努尔拉马钱德兰的研究也揭示了类似的现象。他发现，即使在正常人身上，只要刺激大脑的某些特定区域，就能引发与幻知体验极为相似的感觉，也就是截肢者会感到似乎仍然存在的手脚在疼痛、发痒或被触碰。这一发现带来了深刻的哲学含义。拉马钱德兰由此得出一个结论：我们的知觉或许并非外部世界的真实映射，而是大脑自身制造的幻象。这实际上是笛卡尔恶魔假设的现代版本。我们永远无法确知那些感受到的痛楚、颜色与形状是否真有一个客观的外部世界与之对应。基于这些实验性的发现，许多哲学家采纳了某种形式的激进怀疑论。例如，哲学家本森马茨明确指出，我声称知道在我自身的知觉之外还存在某种事物，其唯一依据只能是这些知觉本身的性质。但即使外在世界并不存在，这些知觉也可能依然如故。因此，我的这种知识主张没有任何正当的根据。由此，马茨得出结论，正如古代怀疑论者塞克斯·杜恩·皮里克所主张的那样，人类最终无法对自身感官经验之外的任何事物做出有充分根据的断言。哲学家们对这种质疑给出了各种回应。举个例子，哲学家阿弗鲁姆斯特罗尔认为，那些像马茨一样的怀疑论者以及许多间接知觉理论的支持者，其实犯了一个根本性的概念错误。他们混淆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解释方式：科学的解释和哲学的解释。斯特罗尔指出，我们在讨论感官经验与外部世界之间的关系时，往往忘了区分这两者。以视觉为例，科学的解释，也就是他所说的因果链，描述的是一连串熟悉的物理过程：光线反射、折射进入眼睛，
刺激视网膜，再由神经信号传到大脑。这一切遵循着明确的光学与物理规律。基于这种科学解释，间接知觉的支持者提出了一个看似合理的观点：在这条因果链中的每一个环节，信息都会被改变。光从外界物体反射进入眼睛，抵达视网膜后，光能被视感细胞和视锥细胞转化为电化学信号，这些信号沿着神经通路传向大脑。而在每一个突触处，信息又被重新组织、重新编码。换句话说，从光线离开物体的那一刻起，到我们看到它为止，这一连串的转化过程从未保留原样。正因为这条因果链的每一个环节都会改变输入的信息，他们进一步推论，当大脑最终生成外部物体的视觉图像时，这个结果，我们所看到的世界，其实已经与最初的输入大相径庭，甚至与那个真实存在的物体本身也存在偏差。于是，持怀疑态度的间接知觉论者得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结论：当我们看到某个东西时，我们无法确定眼前的感知是否真的反映了那个真实的世界。但斯特罗尔认为，这样的推论并不成立。这整套论证其实只说明了一件显而易见的事儿：我们看到的图像与客观存在的物体并不相同。这并不等于说我们就无法确定那个图像是否准确地反映了真实的物体。事实上，斯特罗尔进一步指出，如果我们假设所有的感知都是被扭曲或改造的，那这种假设本身就陷入了自我矛盾，因为要证明所有感知都是错误的，我们必须拿感知到的内容去和真实的对象做比较。可如果一切感知都不可信，我们连这种比较都无法进行，那我们又凭什么断言感知是不准确的呢？因此，斯特罗尔指出，声称我们所有的感知都是不准确的，其实是一个无法被科学验证的主张，而这正是他对怀疑论立场最有力的反驳。从更广的视角看，认知科学的发展让这场讨论不再停留在抽象的哲学层面。关于人类感知的本质，实验数据与哲学思辨如今交汇在一起，让认识论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可以肯定的是，一场关于我们究竟如何看见世界的严肃辩论已经开始，而它的走向谁也无法预料。